夏风，丽丽，好久不见，在哪高就呢？工作还在找。对了，我欠你那5万块。都说了，什么时候有钱再还吧，不着急。谢谢。原来韩青在 Taurus 上班，这事你怎么没有告诉我啊？他不让我告诉你，怕你介意。他怎么学会骗人了呢？不可能啊！就算他会骗人，他会骗全世界，他也不可能会骗我。我一直觉得她是我认识的所有女生之中最老实、最厚道的一个。人性是复杂的，从大学到现在，怎么可能一成不变呢？我一直以为他跟我是不可能会有秘密的。你在他心中就这么牢固吗？韩青所谓的善良，仅仅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走入社会，没有经历过世俗的考验。你见过 Andrew 吧？以他的风采、魅力和家境，你是他的对手吗？什么意思啊 ？Andrew？ 韩青不会是 Andrew 的助理吧？韩青就是 Andrew 的助理。你们家韩青可不是一般的会来事儿。我给你看样东西，自己看吧。我今天买了好多菜，一会儿陪你好好吃一顿啊。你是在城市前沿上班吗？是吗？不是。那你现在在哪里上班 Taurus， 老公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不想听。彩虹介绍的工作，本来是要去原佑集团底下的子公司，后来因为你跟东林可能不和，7商量8商量的，我才去了 Taurus。当时咱们家需要钱，我没有太多的选择。难怪你不想辞职。我没有不想辞职啊，我辞职信都已经签了，那是你之前给我打电话叫我别辞职的。那我现在命令你立刻离开 Taurus， 你愿意吗？老公，我就算愿意也不行啊！那我现在要离开 Taurus 的话，咱们家得喝西北风。这个杂志社刚刚把我裁掉，对我来说是奇耻大辱，而裁我的人就是 Andrew。你现在成了他的助理，让他使唤你，让他骑在你头上，要不要这么讽刺啊？你让我怎么想啊？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考虑了，所以才没跟你说工作地点，就是为了让你不难受。你知道什么最难受吗？被骗的感觉最难受。你欺骗我，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你欺骗我。就算地点是假的，但是我赚回来的钱是真的呀。我挣钱贴补家用，我没什么可耻的。也就是说，你还要为 Andrew 工作，为那个把你老公开除的人工作。我当初恨不得撕了他，你却要天天在他的面前讨好卖笑。不是，你话要说的那么难听吗？什么叫讨好卖笑啊？再说了，除了老板以外，为谁干不是打工啊？我跟 Andrew 之间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、干干净净的，不信你可以去问 Maggie。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你跟 Andrew 去吃法国大餐，你以为我没有看见吗？那是工作餐，同行的还有天宝科技的老总，你不是也看见了吗？再说了，我们两个从来没有单独吃过饭，司机就是小林，你认识他，你可以找他作证啊。我不需要那么多人作证，我只需要你立刻辞职，离开那个杂志社。夏风，你理智一点好吗？如果你真的要我离开那个杂志社的话，那咱们家什么收入都没有了呀。我们刚刚卖掉房，手里有一笔钱，就花这个存款，再慢慢找工作。没有钱的话，我可以去找活干，什么样的脏活，什么样的累活，我都可以干。那你看这样行吗？你只要找到工作，我立马辞职，行不行？不行，我要你现在马上就辞，不然我工作没了，老婆跑了，你再跟我闹个离婚，我连儿子都没了。我不愿意，我喜欢我的工作，为什么我不能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
啊！哈，你不是喜欢这个工作，你是喜欢跟 Andrew 在一起，跟江州著名的钻石王老五 Andrew 在一起。夏风，如果我要是为了钱，我当初为什么会嫁给你？你把你刚刚那句话给我收回去，要不然你就是在侮辱我，同时侮辱你自己，还侮辱了我们的感情和我们的婚姻。怎么样？你后悔了是吧？现在我们这个家就像汪洋中的一条船，两头都不到岸。你再让我猪八戒照镜子，里外不是人。哎，我让你别给我戴绿帽子，你还委屈了是吧？哦，好了，多多不哭了啊，没事儿，妈妈来了，多多乖，不哭了啊。最近 Andrew 特别重用 Amber 啊。你这么一说，好像是啊。哎呀，这下莉莉该难过了吧 ？Amber 来之前，她可是最得宠的，都敢跟主编叫板。话说，这娱乐总监的缺怎么现在还空着？Maggie 最近很巴结 Amber 啊，一连给了她好几个肥差。我看呀，这娱乐总监的位置多半是她吧。她才入行几天啊，就娱乐总监，当我们这些人都不存在啊？就算要选，也得选个让人服气的吧。娱乐总监说到底就是个协调性的工作。Amber 我不熟，看上去面善，跟他打过几次交道，觉得挺谦虚的，挺会说话的，没有丽丽那么咄咄逼人。开会的时候，就算有反对意见，也都能说到别人心里啊，美滋滋的。这就叫领导有水平，懂团队精神啊。比另外一个强多了。如果是我，我就选他。哟，你选他，这可不是你说了算的。哎，行了，快开会了，别聊了。张程程这一期市场的反应相当不错，主要是丽丽策划的好。你也做了很多工作啊，要说你挽救了这个项目也不为过。要知道 Andrew 的助理在我们杂志社相当于中层，也就是说相当于一个部门的总监，这个起点很高的呀。谢谢你们的信任，我一定会加倍努力工作的。可是，有什么顾虑吗？没有，就是觉得责任重大。你没问题的，要对自己有信心。Maggie 说这个给你备案。哦，好的，谢谢。我看了你写的专访，其实你的手法跟夏风挺像的。是吗？但是你写的比他好。可能因为他是男人吧，所以写女性视角总觉得有点偏差。Maggie 说这次丽丽的稿子写的也很好。他那一篇一看就是夏风代笔的啊。夏风什么样的手法，我是最了解的。以前他在 Taurus 的时候，他的文稿都是我编辑的，包括他喜欢什么样的句型，什么样的形容词。哎，说到这儿，我还奇怪呢。按这摆明了是让你们两个竞争，夏风为什么帮他呀？可能夏风之前经常帮丽丽写稿子，这回是丽丽求他的吧？他这么求是什么意思啊？夏风也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啊。稿子你看吧，我先过去了。你干嘛？没事儿。我等一下跟陈总还有几位广告商要开个会，你参加一下。好。喂，怎么了？我今天晚上得晚点回来，估计9点多才能到家。要不然你去接一下孩子吧。啊？那不成，我跟老范他们正在吃饭。以前的同事听说我要去深圳，都联合起来请我，给我饯行。哎，你说这个时候我怎么能走啊？怎么就不能走？他们不知道你有孩子啊？
就让沈阿姨多待一会儿吧，给她加时费啊，就这样。还行啊，来。Andrew， 什么事？现在已经9点多了，等一下跟老总们的夜宵，我可不可以不参加？不可以。点餐、买单，难道你要我自己来？可是 ，Andrew， 情况是这样的，我儿子现在还在保姆家里，我先生在外面有事情赶不回去，平时都是下班准点去接孩子的，现在已经超过时间4个多小时了，我担心他等不到妈妈会哭闹，所以您看，我能不能先回去？你的职位描述写得很清楚，你这份工作就会有很多的加班跟出差，就因为这样，你的薪水也比其他人多很多。可我不仅仅是您的雇员啊，我还是一位母亲。那你更应该考虑到你孩子的未来。万一他要去哈佛大学读书，你更需要给他多赚点钱吧。Andrew， 您是否有些不近人情啊？你说什么？我需要立即回家，因为我需要给我的孩子喂奶。请您停车，我要下去。上车，我送你。谢谢。到家了。好了好了，来，哎，真乖，谢谢。明天见。嗯。多多，来，妈妈给你把被子盖上。啊，咱们回家了啊！哎，小被子。走，回来了。啊？哦，刚到。今天怎么这么晚啊？加班了4个多小时，然后老总好心把我送回来了。这你们老总不是个女的吗？副总。你喝了多少酒啊？一身酒味儿。哎呀，人生难得轻快，当然也一醉方休了。回家吧。进。Andrew， 我要辞职。这是我的辞职信。在这里干得不错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先生不喜欢我做您的助理，他之前在广告部工作，后来您上任了，他就被裁员了。所以他不愿意你为我工作。但这不是他的工作，这是你的工作。你喜欢这份工作吗？喜欢。那留下来。Andrew， 这份工作虽然对我很重要，但是对我而言，家庭才是第一位的。如果这份工作会影响到我先生的情绪，那我必须考虑。如果他介意的那个人是我，
那我调你去做娱乐总监。虽然你的工作时间不长，但成绩很好，反应很快，大家对你的印象也不错。这样的话，你的老板是 Maggie， 办公室也不在这一层楼，所以除了开会，你基本上不会遇到我。你觉得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可是我刚任职不久，我的业务能力恐怕……娱乐总监当然需要一定的业务能力，但我更看重的还是你的组织能力、协调能力以及团队合作精神。编辑们也都很喜欢你，这样子方便工作。那我会请 Maggie 在业务上多帮助你一些。将来在这一行，你一定会很有成就，会成为一个不错的出版人。你应该释放你的能量，而不是把自己局限在家里。那我目前没有能代替你的人选，多给我2。我今天去商场遇到你们娱乐部的 Julia， 她说最近你跟丽丽在社内斗争得很厉害啊。没有斗争，就是有点不和谐。我说的话你全当耳边风了，不要惹丽丽，惹上她你只有吃亏的份儿。你是新人，她是老编辑，虚心一点，不要锋芒毕露啊。夏风，有件事情关乎你的自尊，我一直没有告诉你。你知道你工作怎么丢的吗？你那200万的广告大单，是郭丽丽打电话让人转给陈爽的，还说我单纯没心眼。我再怎么单纯都不会认敌为友。不可能啊！陈爽亲口告诉我的。那就一定是陈爽诬陷。丽丽又不缺钱，她没有必要这么做。陈爽这个人最狡猾了，我走的那天打过他，他自然对我怀恨在心呢。他知道我跟丽丽的关系不错，就趁机嫁祸给丽丽，然后挑拨你们的关系嘛。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是吧？丽丽绝对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嘛。到现在你还替她说话啊？你们俩关系真是够铁的。江澄澄专访 Maggie 让我跟丽丽公开竞争，一人各写1篇。她明明知道你是我老公，居然让你写稿。哦，这就叫友谊，这就叫师兄妹。我看这应该叫不遗余力地破坏他人婚姻吧。哎，你们俩关系真的挺不一般的啊。说吧，你除了帮他写稿以外，你还帮他干嘛了？你怀疑我？是啊。你怀疑我，我还怀疑你呢。少在那边给我转移话题。你跟 Angel 是不是有一腿？你们在裸心堡是不是上床了？别以为你们眉来眼去我没有看到啊！没有 Angel 撑腰，你能一步登天吗？那 Taurus 是什么样的地方？是本市最大的时尚刊物，多少人挤破头都进不去，连我都被挤出来了。你一个毫无资历的家庭主妇，你凭什么一帆风顺，步步高升啊？别告诉我你不知道为什么，连傻子都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荒谬！夏风，问问你自己的良心，你这种无休无止的猜测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？啊！我出去工作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你跟孩子。我每天早上6点起床，凌晨2点才睡觉。我加班加点拼命工作，家务活我一样没有少做过。论资历我不比你差，论学历我是双学位，论专业我比你更懂时尚，我比你更懂经济。论写作，我第1次稿件就上了头版。我也遇到过老板挑剔，我也遇到过同事的刁难，但是我没关系。我也想要升职，我也想要提拔，我做这一行我当然想要成功。哦，这个人是你的话，那就是踏实肯干，凭本事吃饭。到我这儿呢，那就是勾引老板，靠姿色起家。啊，夏风，别人这么说我无所谓，但是这个人是你。你不支持我，不鼓励我就算了，你还讽刺挖苦打击我，你不觉得你这种逻辑很恶心吗？你别给我闲扯淡，搞男人就是搞男人，别在我面前说什么搞事业。你一个女人懂什么事业？事业是男人搞的，你就是一个搞男人的女人。